如果你手里只有一台 RTX 4090笔记本，或者16G 显存左右的消费级设备，跑大模型的时候，肯定没少被显存报警折磨。现在有一个新方案，能让这台4090笔记本在运行 Flux1Def 这种100亿参数大模型时，推理速度直接飙升 8.7 倍。以往只能在高端服务器上跑的流畅度，现在在消费级显卡上也能跑出来了。因为用 RTX 4070笔记本的设计师日常需要高频出图，但以前跑 Flux 每步迭代都要死等 9.5 秒，生成一张图的间隙足够去接杯水。在这个新框架下，每步迭代的时间直接缩短到了 1.5 秒，体验直接拉满。这就是典型的硬件性能没变，但软件推理架构把底层算力给榨干了。实现这个效果的是 Hugging Face 和 MIT High-Lab 联合推出的 Nunchaku 推理引擎。它通过 SVD Quant 算法，在大家熟悉的 Diffuser 生态里实现了无损的 W4A4 量化。以往要跑这类大模型， BF16 精度通常需要20到30 GB 的显存，直接把消费级显卡拒之门外。而现在的解决方案就是把精度往下压。大家都知道量化能省显存，但传统的量化只敢动权重，也就是所谓的 W4A16 量化，激活值依然保留16位精度。这和 Bits and Bytes 有啥区别？ Bits and Bytes 这类传统方案确实省显存，但它不提速，甚至因为运行时要实时反量化，速度反而会变慢。要想真正提速，就必须把权重和激活值同时压到4位，也就是 W4A4， 但在以前这会直接把画质搞崩。为什么 W4A4 这么难搞？因为大模型的激活值里存在极少数数值极大的异常值，一旦暴力量化到4位，这些异常值就会失真，导致画质彻底崩塌。SVD Quant 借鉴了奇异值分解的思想，不硬碰硬，而是巧妙地把激活值里的异常值通过数值转换移动到权重矩阵里，然后用一个高精度的低质旁路把它们单独保护起来，彻底解决了 W4A4 的精度和性能天平问题。在具体运行时， Nunchaku 会把权重矩阵拆成2部分，一部分是经过4位量化的主要成分，另一部分是包含异常信息的16位高精度低质分支。为了防止2个分支计算带来双倍的显存读取开销，它设计了定制化的 CUDA 内核，实现了融合计算路径，比如融合的 QKV 投影和融合的 GLU 激活层。说白了，就是把低质计算和低位计算合并在单次显存读取里完成，消除了多余的数据移动。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 FX1Dev 的模型显存占用直接降低到了 BF16 基线的 50%， 达到了 3.6 倍的显存压缩比。现在 12GB 显存的显卡就能轻松玩转 FX1Dev， 再也不需要去折腾极其拖慢速度的 CPU 异步卸载了。即使在极端情况下，结合异步卸载方案，它的最低显存运行阈值甚至可以下探到 3GB。 画质下降明显吗？在实际测试中，量化后的模型在保持模型生成质量和 FID 指标的同时，硬件运行效率达到了极致。在更高端的专业卡 RTX Pro 6000上，生成一张1024乘1024的图像只需要 1.7 秒。这个速度比传统的 BF16 基线快了整整 3.1 倍，效率提升非常直观。从这里也能看出一个趋势，现在的量化算法正在和底层硬件架构深度绑定。比如 NVIDIA 最新的 Blackwell 架构，它在硬件级别原生支持4位浮点数，也就是 NVFP4 格式。如果你用 RTX 5090运行 NVFP4 模型，它的速度会比4090跑传统的 INT4 还要快 1.3 倍，这也是未来硬件迭代的方向。现有的 LoRa 和插件还能直接套用吗？完全可以，因为这次发布的 Nunchaku Lite 在运行时能动态把原模型的 NVFP4、LoRa 和零 NVFP4 格式或者 IWQ 层。由于量化模型保留了和稠密模型完全一致的模块结构，所以你手里的各种 LoRa 和控制插件全都能无缝兼容。另外，如果你配合量化文本编码器，比如把 T5 或者千问3量化，还能额外降低 22% 的峰值显存。
如果还嫌不够快，在 Nunchaku 基础上配合 PyTorch 原生的 Torch 的 Compiler 编译优化，推理速度还能再往上抬一阶。在不加编译时，它能提供 1.35 倍的加速，而一旦加上编译优化，整个推理速度的提升幅度直接冲到了 1.8 倍。这相当于用极小的系统开销白嫖了将近1倍的帧率。如果你是在一线折腾生图的开发者，Nunchaku Lite 的出现意味着你不需要再为了追求性能被迫去啃那些生态割裂的专用推理库了。你依然可以留在最熟悉、生态最全的 Diffusers 框架里，用一行代码调用 from pretrained， 直接加载量化 checkpoint， 用极低的门槛，直接在消费级显卡上跑出最顶级的4bit 扩散模型性能。